你疯了吗？我们住一起会被人误会的。误会？误会什么呀？我们是夫妻啊。好了，下来要做一些该做的事情。你别乱来，我还没准备好，我们不可以这样。而且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你紧张什么呀？你吃个蛋糕而已，不是你跟艾丽说让她吃得干干净净。你罚我。好啦，我错了。那你现在要干嘛？不想，我不想。你想什么呀？这个你不要看。哎，还给我。对不起，这一次是我还给错了。我。哎，后面的不要念了，不要生气了，不要念。就让我叫你一声老公。这一次就叫你一声老公，老公。我受不了了。有必要把老公。哦，徐总，不好了，你快去看看韩小姐吧。她的助理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吃也不喝，今天敲她门也一直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是。走，小小，走，快，我们一起走。喂，徐总不好了，永儿小姐不见了。什么？医生说她一进急诊室就醒了，只是最近一直熬夜没有休息好，一下子就昏过去了。但是我们再去病房找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有新消息了，监控拍到允儿小姐去了福安新区的绿地公园。福安新区？你们等我过来。怎么样？还有一条消息是从员工大楼那边发来的，工作人员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允儿小姐遗留的手机、平板上面有允儿小姐的文字留言，她让我们不用报警，她处理完私事马上回来。不用报警，他这一次啊，实在是太任性了。徐总，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说？客房里明明有纸和笔，对，可是允儿为什么还是用手机留言呢？有可能是她手机里存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特意想要留给我们。也不是不可能。万一他发生意外，我们也能从中找到线索。应该不会吧？我明明已经给他下禁足令，是不是他伪装自杀，趁机逃走？不对，
这也不是他能想出来的办法。你是说他现在可能和危险的人搅合在一起。消除网上那些谣言，需要花费不小的代价。会有气。哎你，哎，韩宇，徐总，雨儿小姐已经睡下了，这些资料您到底要查？为什么现在韩远的消息全部没有了，只有我的新闻满天飞？
你怎么来了？我好歹也算是许氏集团的半个员工吧。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许日晨。不会耽误你太久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宋真雅的事情，你看了就会明白。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的？凑巧吧，留着吧，不对你有帮助的。我先走了。启明，你怎么看到我就走了？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小小，你不用紧张，这是我兄弟，我相信他。是啊，好兄弟。饭我真不吃了，我还有事儿。再见。拜拜。想什么呢？就要吃饭吧，饿坏了。吃肉。你也多吃。哎，那个女孩不是网上说的那个吗？哦，居然是真的。我装了。那你工作加油哦。加油，拜拜。我不信徐总不会结婚的。哎，今天真是被他害惨了。算了算了，专心工作。薛琪，著名拳击教练，旅行摄影师。啊，竟然是他！哦，喂，您好，是薛琪薛先生吗？我是，你是哪？哎，你来了。这次事情多亏了你，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哪里，你说是了啊。这里有其他人，那个地方都专访。这次来找你，只是为了表示感谢，不是为了专访。我下次再给你赶时间做专访。等等，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专访，主要是接一个重要。快来。韩宇儿，你们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要单独见面吗？他怎么认识你？只是巧合而已，我换个地方说话吧。韩宇儿，这个时候你不该和外面的人单独见面。问题，管管自己。人呢？哎，他怎么换了套衣服？哎，韩雨儿，别！拿那么多钱准备干嘛呀？买车？买房？还是准备出国了？这个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哪位？一晨啊，好久没联系了。袁叔。
他敢这么做，肯定是有备而来。再等等看。艾丽，准备合同。他们好像有事。什么无偿转让？艾丽，合同是准备的怎么样？徐总，再考虑一下吧。这么做的话，我们公司的股票会受到重创的。不用了，明天的合同转让一定要正常进行，公司这边会想办法的，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安全更重要。徐晨。
为监事会主席和看着你长大的叔叔，不会任由你这么干的，岂有此理！我最后说一遍，我绝对不会放任不管。李主席，我觉得徐总收购股权、股价动荡都只是暂时的，但是如果让有些人通过媒体爆出徐总为了利益而不顾妻子和妹妹的安危，反而会造出更恶劣的影响。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他们都是疯子，都是疯子！闭嘴！你没事吧？薛琪，你在干什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本来呢，宋振雅是准备把你们折磨死，但是他知道警察查到福利院之后，因为害怕罪行加重，现在已经跑了。虽然他不会再对你们动手，但是不代表我不会。接下来就是坏消息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宋振雅这个蠢女人对你很不安，只是说说而已，怎么可能像我这样刻苦练习？我问你个问题，你当初是怎么杀林柔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他，我没有说，小刘到底想和林柔说什么？救命啊！告诉我，你对林柔到底做了些什么？不然我现在弄死你！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他喝了很多的酒，我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吵起来了，然后我就走了。他一定是喝了很多酒，然后去酒后驾驶了，不是我。还在撒谎！
是在林柔的杯子里放了安眠药。安眠药，满口胡言！真的，是他跟我说他要跟许一晨结婚，我怎么能够让他跟一晨哥哥结婚？他跟我说第2天要去见他们的婚纱设计师，我就在他的杯子里放了安眠药。谁知道他喝了饮料以后还去开车，我只是不想让他跟婚纱设计师碰头。都是因为你，林柔才会这么惨。我要让你尝尝林柔的痛苦。够了！林柔的痛苦，我看林柔根本就没有死吧。林柔应该没有死，就是因为林柔没有死，所以当年的那场车祸才被定性为交通事故。而且，如果林柔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薛琪又怀疑整件事是许一晨有意这样，那么为什么他只问你那天做了什么，而不问你林柔的下落？就证明他知道林柔在哪里。以你的洞察力当个娱记真是可惜了。没错，林柔确实还活着，但她活得很痛苦。痛苦？他哪有我现在痛苦？你这个疯子，混蛋！你找死！果然还是你好用啊。别这样看着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一切到此为止吧。不会坐牢的，不可能！你们两个贱人，我杀了你们！
开始就没打算要走啊？这件事情查不到我头上的，福利院的事情，就算曝光，那也是宋真雅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就这么确定宋真雅不会反咬你吗？他敢吗？就算他敢，谁信？就凭他现在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吗？唉，一环套一环，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薛琪，你应该猜到是谁了吧？我当然知道，他就是当年疯狂追。徐总，放心吧，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我知道，但我还是着急啊。叶晨哥哥，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知道错就好了。今日透露，经缜密侦查，该市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重大绑架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薛琪、宋真雅被抓获归案，幕后主使袁荣凯潜逃境外，正在实施抓捕中。